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门大同你的频道啦。那新手想要快速制作和拍摄 vlog 的话，应该怎么做？那根据我自己多年的经验来说，虽然我不是什么有名的 UP 主，也不是什么有名的 vlogging， 那我想说我自己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从一个慢慢的萌新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能拍出还不错的 vlog 来说，给大家把快速拍摄 vlog 分为5个步骤。那你第一个步骤，我觉得就是要想好主题，拍摄的主题。有些朋友会说，那 vlog 不就是记录我平时日常的生活啊？那你想一想，你如果平时日常，我今天想去公园走一走，那我就只是走路到公园，一路就拍我在走路到公园。这样的视频，我觉得你自己可以想一下，连你自己都不喜欢看，那你如果想要获得一些关注或是朋友的点赞，大家肯定也不会喜欢看这样的视频，注定不会有太高的播放量。虽然它是拍摄 vlog， 但是它也需要一个主题，就比如说我今天是过年，那我就可能会拍摄说我们家是如何过年的一天，或是我今天是怎么过年的，或者说我今天去游乐场，我怎么和朋友一起玩，游乐场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或是我去哪一个城市旅游，我觉得这就需要有一个主题，你必须得知道我今天是要做新菜呢，还是怎么样？那你如果真正的就是我今天想记录我平白无奇的一天，那我觉得这样的视频应该不会有人会看，也就是说，至少我个人是非常没什么兴趣的对这样的视频。当然，你在想主题的时候，当然只要想好主题，然后去拍摄。但是你不需要想的那么复杂。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说，那我需不需要先做一个脚本啊，画点分镜啊，拍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当你专业性比较强的时候，想制作非常专业且非常好的 vlog 的时候，并且有大量的时间投入在里面的时候，你才需要这样去做。不然它会给你造成一种心理很大的负担。我只是拍一个 vlog， 那我需要做这么多事情，这么多准备，那真的是很复杂。好，热情又没了，那你又不想继续了，那就不能拍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我怎么想说？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保持热情。你只有保持热情了，你才会去继续做下去，才慢慢的深入。所以我这边先不建议大家先去看分镜写脚本，然后只要先想好自己今天要做的主题是什么。那当你想好主题的时候，那第2步就来了。第2步的话，你就要考虑多样性的拍摄。什么叫多样性的拍摄？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今天去旅行，那我旅行的话，我就一直在拍景，我也不讲话，我也不知道我这什么体验。或是说有一些朋友也很极端，比如说我一路上我就不管什么景，我就一直拿着这个相机，然后一直对着相机说话。这2种极端，我觉得都很。就是会让你的视频失去一些趣味性，而且很无聊。比如说你只有景的话，大家就不知道你对这个景的感觉是什么。那我可能会说，我对这城市可能产生了一点兴趣，但我对你这个人没兴趣啊。你这到底是 vlog 还是一种街景展示呢？那如果一直对住这种讲，人家可能会觉得，哎呦，好啰嗦，好烦，或者怎么样。你也不告诉我这城市好不好玩，这个景怎么样？那这样子的话，也会说觉得很乏味，听觉和视觉的不同的疲劳吧。那多样性拍摄的话，就比如说以旅游为例，你到城市的市中心，或是到一个很有趣的景点，你可以先拍一段景，然后再对住景和你说一段你对这个景的感受，或是介绍一下这景的来历，大家都会觉得这样结合会比较好一点。那还有就是在旅行过程中，比如说你看到有趣的纪念品，你可以拍摄一下，作为一些展示，还有拍摄一些，比如说你在吃饭，还有一些吃饭的体验什么的呢？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这样子的拍摄，我觉得会让整个故事性比较的完整。那你前面2步都做好之后，当你拍摄完之后，那你现在需要做的第3步就是选择一个非常好的剪辑软件。当新人拿到一手拍了很多的素材，也许会拍了好几10段、好几百段，那这么多素材，你要如何去把它拼凑在一起，然后让这个视频的非常有趣，然后让大家喜欢去观看，或者让你自己喜欢去观看呢？这就不得不说你需要选择一个非常好的剪辑软件。最早的话，我其实是用绘声绘影那种非常早以前的软件去剪辑，因为那个是以前线性化也非常简洁，能够让你去以非常低本然后去剪辑出一个视频。但到后来的话，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慢慢的非常多的软件突然的涌现，比如说像后来有什么 PR 啦，然后像Final Cut Pro 啦，然后到现在的剪映，还有一些非常多不知名的厂商生产的一大堆剪辑软件，现在都非常的多。那我这边会建议的话，其实是剪映和 Final Cut Pro。
那如果你有一台苹果电脑，那你一般可以选择 Final Cut Pro。那如果你是普通的 Windows 电脑或是一些比如说像 iPad， 那你可以选择剪映，并且剪映的话，它是一个不收费的软件。像这款软件为什么我特别推荐，而不会像推荐比较专业性比较强的 PR 呢？像 PR， 我觉得它是需要当你掌握非常多的快捷键。当你对这个整个剪辑系统非常了解之后，你才会剪得非常顺畅。不然的话，单单是那个画面那么多的按钮，你就头脑很晕。那像剪映和Final Cut Pro比较容易上手，基本上你把素材导入之后，你拖进来，前拖后拖裁剪，下一个视频拖进来，前拖后拖裁剪，甚至再加一些表情包，扔到第一个轨道什么样的，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的简洁。它的剪辑整个软件都是比较流畅的，所以你在剪辑视频的时候不会感觉到这么复杂或者怎么样，你就会觉得这剪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嘛，然后你再看见其实蛮好看的，就是它的学习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我这边会建议这样2款软件，然后让大家去进行一个快速的学习和快速的剪辑。那讲到第4步，当你学好剪辑软件之后，那当然你就要选择剪辑的时长和如何去剪辑。那这个我觉得比较简单的一种剪辑方法就是按照时间线。你比如说你一开始是先上了火车，到了一个地点，到了一个景点，买了票进去了，出来然后吃了个午饭，最后再去哪里，比如说沙滩边坐了一下，看了会书，然后就回家了。比如说这样时间线，你就可以按照你的时间线去剪辑。比如说先剪辑一个你上车的片段，拍摄一个自己，我现在要去哪，介绍一下，再拍一个下车的2、3秒的片段，到一个地方，或是用那种快加速的模式，让你很快的到达景点，再拍这个景点怎么样，这样子比较有条理的，就是按照时间线去剪辑，这样子我觉得对新人来说非常的简单。那剪辑的时长是多长呢？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一个画面停留的非常的久。那也不能停留非常的短，我们主要是把一件事情讲清楚，比如说圣母大教堂大概的这种情况拍摄一下，然后大概的讲解说明一下，或者说我的感受讲解一下。你不能整个 vlog 里面全都是在讲这个圣母教堂，当然除非这圣母教堂是唯一的景点，或者说这个圣母教堂是你想唯一给大家介绍的，要不然我会觉得单一的这种讲话或是单一的景点会让我觉得挺无聊的吧。那所以你要控制好每个事件、每个片段的时长，然后总的我建议控制在7到10分钟，因为超过10分钟的话，其实如果内容不是特别丰富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人看一半就不想看点掉了，那这样影响你的完播率，这样子你就首先不会被推荐，然后就会觉得又很挫败，又不想再拍摄，而且如果你剪辑的时长那么长，你的素材量也很大，然后时间花的也比较多，如果你再加上一些字幕什么的，那就更困难了。所以我这边建议就是按照时间线剪辑，然后尽量至7到10分钟。这样把前面4步全部都做完了之后，那现在已经到最后一步，第5步的话，当你把视频导出之后，那你肯定要选择一个很好看的封面和非常不错的标题。那这边封面和标题怎么去选择或去制作呢？封面的话，现在比如说像软件，比如说剪映什么的，它都可以让你去使用它的模板，然后去制作它的封面。我觉得有些模板那么漂亮，你都可以都说不要自己去想，或是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选择一些素材网站提供的一些模板，然后把它作为你的封面。那封面做好了之后，你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标题呢？你一定要突出你的人，还有这个地点和事情。但把这三个关键的词放进去之后呢，进行不断的造句。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添加一些数字，比如说去把法兰克湖，比如说我现在去法兰克湖，我就可以形容成30万的乡村法兰克湖，或是怎么样，给它一个形容词，带上一些数字去描绘这样的数字。有时候可以有一点说它那边的特点，比如说它到底有多少万人啊，它是什么多少年，或是带有一些时间性的和数字方面的，这样子就会比较丰富一点，不只有文字，还有一些数字。那还有一种的话，就你的问号，就比如说法兰克福好不好玩呢？克福这个景点好不好玩呢？或是这边法兰克福有什么好吃的呢？这样大家会充满了疑问，就会比较想去观看这样的视频。那这种对于标题是如何去起的，其实有非常多的门路，大家也可以根据比较一些很火的视频，你看人家是怎么起标题的，然后可以大概的去模仿它一下，这样就可以很好。那当标题和封面都制作好之后，那大家就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时间点，或者大家觉得一个
你自己受众群体他喜欢观看的时间点去上传你的视频。那当你的视频制作还不错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你就能获得不错的播放量，那这样就能支撑你去继续做 vlog 的动力。那其实做 vlog 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但当大家一两次做下来之后，就会觉得，慢慢的可以就上手了，然后把这些过程或是更加的简化也好，或是让它分得更多，然后让你的视频做得更好。那今天门大统领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啦。那如果有喜欢门大统领视频的话，给我点一个赞，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